上世纪80年代 ，CRT 电视机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。这个笨重的家伙还有一个别名——大头电视。虽然相比液晶屏幕，它的分辨率和尺寸都落于下风，但论色彩，它可是完爆液晶电视。也正因为它的出现，射击游戏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游玩方式——光枪打靶。鼠标、键盘、手柄去打 FPS， 弱爆了！真男人就要实打实的打手枪。当年的光枪有很多种，例如红白机的 NES Zapper、南门宫的 Gancon 和科乐美的 Justifier 光枪，当然也少不了世嘉的 Manather 这个带有炫酷瞄准器的高科技玩意儿。然而今天我们的重点不是光枪，而是那个年代家喻户晓的游戏 VR 战警2。这个世嘉于95年推出，随后移植到电脑的第一人称光枪射击游戏。Somebody help me！ 这个声音是不是很熟悉？游戏本身的玩法非常简单，鼠标左键射击，右键换弹，全程只需要跟着光标射击就好了。虽说是固定的视角，但灵活的运镜让玩家仿佛在看香港匪警片一样。一说到这儿，游戏剧情还真的有那么一点港片味道。一声枪响打破了海滨城的宁静。这个在开场动画中抢劫珠宝行的正是名为疯牛的犯罪团伙，而隶属于 VCPD 的主角团队自然不会放任不管，他们配备了最尖端的科技武器，其中包括屏幕右下角这把左轮手枪守卫者，能够快速定位敌人的战术护目镜，以及刻有 VCPD 字样的专用 GTR 警车。有趣的是，在官方的设定集里，这把守卫者的设定居然是对人类以外的物体有强大的破坏力，而对人类发射的居然是非致命弹药。这么说的话，游戏全程我们一个悍匪都没有击毙过呀！这款20年前的游戏还有分支路线，不同的选择会经历不同的关卡。跟随悍匪，我们开始了刺激的警车追逐。游戏里的所有敌人都有受击反馈，打腿腿瘫，打手跳枪，射击汽车，轮胎还会爆掉。甚至是游戏里的水果都有对应的物理效果。在上演了一场惊险刺激的飞车大战后，我们终于来到了疯牛的大本营。这个站台上时不时朝你扔油桶的神秘凶贵就是他们的首领狂牛，不过这只是他的代号，他的真名相比之下就没有那么威风凛凛了。波比，名如其人，这位狂牛浑身都是蛮力，除了油桶、弹药，更夸张的是他还会向你扔一整辆货车。但这个 BOSS 很好解决，不停地按左右键就可以击败了。后续关卡中还有很多这样的邪恶组织，其中不乏前作的老对手 Evil 集团，直译过来就是邪恶。还能再直白些吗？在1代中 Evil 组织因为非法走私枪支而被捕入狱，幕后首脑乔芳也疑似坠机身亡。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头号男主麦克哈迪了，正如代号睿智一般，他性格暴躁，能动手，绝不逼逼，而这一切全拜 Evil 集团所赐。原来在前作中，哈迪尊敬的父亲曾是 VCPD 的干探，却在调查 Evil 集团时被首脑乔芳杀死。从此哈迪性格大变，并加入了 VCPD， 希望为父亲复仇。相比之下，这位金发的2号男主就冷静了许多，就像他的代号一样 Smarty。 他逻辑缜密，头脑冷静，有着极高智商的同时，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是 VCPD 中公认的神枪手。最后一位便是少有的女主珍妮特了。虽然加入不久，但她的作战能力相比2位男主也毫不逊色。不过据说她之前是一位犯罪侦查师。出色的运镜和正邪分明的故事线，让游戏充满了香港劫匪片的味道。不知道这是不是和制作人是铃木玉有关？对，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沙漠制作人。伴随着游戏进程中的恶性事件，我们的主角团就这样在枪林弹雨中不断的完成生死任务，当然也时不时获得白痴警官的称号。作为一款突突突的射击游戏，剧情可能没那么重要，但你对秘技和彩蛋一定很熟悉。在游戏中，除了主角一直手持的左轮手枪守卫者，游戏实际上拥有许多隐藏武器，来福枪、自动步枪、散弹枪。比如一开始珠宝店的左侧相框、废墟居民楼前的垃圾桶，以及第3关门前的呼吸灯，击中它们，你可以明显听到这里音效和其他地方不同。不过遗憾的是，这些隐藏武器都有子弹数量的限制，而且一旦击中人质，就会重新恢复原状。我们前面提到了3位不同主角，那游戏里是否可以切换角色呢？答案是可以的。在世嘉土星版游戏里，只要选择关卡后分别摁住 X、Y、Z 键，就会切换成不同的主角开场。不过到了 PC 版，这里就变成了鼠标右键，而且要一直摁住。这还真的是非常奇怪的切换方式啊！除此之外，游戏还内置了作弊码和隐藏模式，你只需要打开初始化文件，并将 Extra 等于2添加到游戏设置这一栏，再次打开游戏，摁 F6 就可以开启隐藏菜单了。这里不仅可以调节难度，还可以选择游戏风格。点击 Special 这一栏，可以看到不同的模式。在随机模式里，游戏所有敌人出场的顺序都会被打乱，背板已经无法顺利通关，考验更多的是你的反应能力。镜像模式则是整个游戏左右反转。当然，最有趣的还是大头模式。打开这个选项，游戏里所有出场人物都变成了 Q 版风格，不过这个大头看起来还是怪怪的。如果你不满足于这些特殊模式，只想体验一面通关的快感，没问题，点击作弊选项，开启枪支特殊选择，这时你就可以使用这把名为 Special 的加特林金枪干翻全场了，子弹无限，射速极快，再也不用这把破左轮了喂。什么？太无聊？
同时开启镜像模式和随机模式，游戏难度又会大大提升，充满临场感和刺激感。当年通关的小伙伴一定不会忘记，虽然游戏表面只有3关，但一旦通关前3关就会开启第4关隐藏关卡，阻止飞艇爆炸。似乎是因为条件过于苛刻，制作组增加了跳关设定。选关画面连续射击小箭头，这里就可以直接进入隐藏关卡。而面前这位狂转炫酷狡诈天的飞机人，就是前作中被传坠机身亡的伊沃组织首脑乔芳。不过他可谓是史上最弱 BOSS， 没有几下就把他干掉了。击败他，游戏算是告一段落。我相信 VR 战警不仅是很多玩家最早接触到的射击游戏，甚至是第一款 PC 游戏。全3D的画面和仿真枪的结合，成功引领了一大批风潮，大量同类游戏开始涌现，比如《死亡之屋》《毁灭公爵》。直到今天，光枪射击游戏都是街机厅的标配。遗憾的是，这种类3D 光枪游戏也许只能留在街机厅里。进入千禧年，液晶电视机逐步普及，工作原理的不同导致这些光枪无一不退出历史舞台。你的家里是否还有着一把光枪，默默隐藏在角落里呢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点赞、收藏、关注。我的个人空间还有更多有趣视频。